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2026年7月30日下午 ，Tim Cook 最后一次以苹果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坐在财报电话会议的话筒前，他交出来的成绩单几乎无可挑剔。苹果第三季度收入达到1094亿美元，同比增长16%，创下6月季度历史纪录。iPhone 收入增长22%，Mac 收入增长29%，每股收益增长29%。一个年收入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的公司，竟然又跑出了接近成长股的速度。但第二天，苹果股价盘中一度下跌接近10%，市值最多蒸发接近5000亿美元。更有意思的是，击中苹果的不是手机需求崩溃，也不是中国消费者突然不买 iPhone， 而是人工智能。过去2年，市场一直批评苹果在人工智能上动作太慢。微软、Meta、Amazon 和 Google 疯狂建设数据中心，购买芯片和内存，苹果看起来反而非常克制。结果到了今天，苹果还没有从人工智能获得明显收入，却先被其他公司的人工智能投资挤压了供应链，先进制程产能被抢，内存价格暴涨。Tim Cook 把这轮成本冲击形容成一场100年一遇的洪水。这位靠供应链管理把苹果带到全球市值第一的 CEO， 在自己最后一场财报电话会上承认，公司可以使用的灵活手段已经很有限。他将在9月1日把 CEO 职位交给 John Ternus， 自己转任执行董事长。所以这份财报不只是一个季度的成绩单，也像一封交接信。Tim Cook 留下了一台仍然高速运转的商业机器，也留下了几个越来越难的问题。苹果能不能让 Siri AI 真正成为换机理由？服务收入还能不能保持高增长？折叠 iPhone 能否重新点燃产品创新？在大约35倍盈利估值下，市场还愿意给新 CEO 多少时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观看，做这类深度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先看财报，第三季度总收入1094.2亿美元，同比增长16.4%，净利润接近298亿美元，每股收益2.02美元，同比增长29%。最强的仍然是 iPhone 收入达到542.5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22%，创下6月季度纪录。苹果不仅卖出了更多手机，高端型号的表现也很强。iPhone 17 Pro 系列继续支撑平均售价， iPhone Air 则用更薄的机身打开了新的设计路线， iPhone 17E 又把更多价格敏感用户拉进生态。过去几年，很多人一直在等苹果的换机周期消失，手机性能已经足够好，消费者把一部 iPhone 用4-5年似乎也没有问题。但苹果证明，只要产品组合设计的足够细，它仍然可以在成熟市场里创造新的购买理由。最顶端有 Pro， 强调影像、性能和专业用途；中间有普通 iPhone 和更轻薄的 Air， 下面有价格更低的17E。不同用户不一定在同一年升级，但苹果可以用更多型号覆盖更多预算，再通过以旧换新、运营商补贴和分期付款，把1000美元的价格拆成每月几十美元。Mac 是第二个惊喜，第三季度 Mac 收入达到103.5亿美元，同比增长29%。推动增长的不只是高端 M5 MacBook Pro， 还有一台售价从699美元起的 MacBook Neo。这台电脑看起来不像苹果过去的典型打法。苹果一直习惯把 Mac 放在高端市场，用设计、芯片和生态换取更高售价。MacBook Neo 却明显向教育、学生和第一次购买 Mac 的消费者靠拢。它使用 A 系列芯片，而不是传统 M 系列芯片，把苹果手机芯片的规模优势延伸到个人电脑。对苹果来说，这不只是推出一台便宜电脑，而是在 Windows 低价笔记本和 Chromebook 最强的区域，第一次建立一个更有攻击性的入口。用户先用699美元买 Mac， 之后可能订阅 iCloud、Apple Music、Apple TV， 购买 iPhone、AirPods 和 Apple Watch。 硬件利润可能低一点，但一个新用户进入生态之后，未来10年的价值可能更高。这就是苹果产品战略最强的地方，它从来不是单独卖一台设备，而是在出售一张进入整个生态的门票。第三季度 iPad 收入约61.9亿美元，同比下降约6%。这个结果不算理想，但并不代表整个产品线失去吸引力。上一季度刚刚更新的 iPad Air 和其他产品提前释放了一部分需求，平板电脑本身的换机周期也比手机更长。可穿戴设备、家居和配件收入约78.8亿美元，同比增长约6%。Apple Watch、AirPods 和配件继续增长，但这个业务
已经从早期的爆发期进入成熟阶段，服务收入达到307.4亿美元，同比增长12%，创下新高，却低于市场原本更高的预期，这也是股价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苹果的服务包括 App Store、iCloud、Apple Music、Apple TV、广告、支付和 Apple Care， 它的毛利率远高于硬件，是过去10年苹果估值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只要设备数量增长，用户在苹果生态里花更多时间，服务收入就可以持续扩大。苹果现在拥有超过25亿台活跃设备，这是全球最有价值的付费用户池之一。问题是，服务增长正在从过去的10%几甚至更高，逐渐靠近10%左右。App Store 在多个市场面对监管和收费规则变化，开发者可以使用更多外部支付方式。苹果过去稳定抽取的佣金面临压力，广告、云服务和订阅仍然增长，但服务业务已经不再是一条完全没有阻力的自动扶梯。对一家普通公司来说，12%的增长已经非常不错，但苹果不是普通公司，市场给它的估值包含了服务业务长期高增长、高利润和极强稳定性的预期。只要增长稍微低一点，投资者就会重新计算这部分业务到底值多少。然后是电话会议里最受关注的供应链问题。苹果公布的总毛利率达到 50.1%， 看起来非常强，但这里面包含了美国关税退款带来的帮助。排除这一影响以后，实际毛利率更接近 48.1%， 低于上一季度。管理层预计下一季度毛利率会降到 47%至 48%， 收入同比增长 9%至 11%， 增长仍然不错，但低于市场此前接近 12% 的期待。原因不是订单不够，而是公司拿不到足够的零部件。过去10几年 Tim Cook 一直被称为供应链大师，他把苹果库存压到很低，用巨大的采购量向供应商争取最好的价格，并在新品发布前精确调配全球产能。但这一次，上游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要大量高性能内存、先进芯片和封装能力。微软、Amazon、Meta、Google 和各类人工智能公司正在同时抢购，芯片厂更愿意把产能留给利润更高的服务器和数据中心产品，内存厂也获得了很强的定价权。苹果虽然规模巨大，却不能凭空创造新的晶圆厂和内存产能。公司可以提前备货，也可以测试更多供应商，但当整个行业都缺货时，库存只能延缓冲击，不能让问题消失。这形成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画面。苹果因为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花钱较少，过去被认为更加轻资产，现金流更漂亮，现在它却要为别人疯狂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付出更高零部件价格。市场担心苹果最后只能做2件事，接受更低毛利率或者提高产品价格。如果 iPhone 18和未来 Mac 继续涨价，苹果的品牌确实有能力把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价格越高，换机周期就可能越长，消费者也可能选择更便宜的旧型号，而不是最新产品。为了缓解这个问题，苹果在财报发布前推出了一项很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决策 Apple Upgrade。 这是苹果首次把租赁模式扩展到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 消费者可以按月支付，在租期结束以后升级、买断或者归还设备。表面看，这只是又一种付款方式，实际上它可能改变苹果的整个销售逻辑。以前，用户看到一台1100美元的 iPhone 会直接考虑值不值得换，租赁以后，问题变成每月30多美元能不能接受。 MacBook Pro 2000美元很贵，但如果变成每月不到40美元，心理门槛会低很多。苹果还可以更准确地预测换机时间，租赁设备会定期回收，再进入翻新和二手渠道。用户换新机以后， Apple Care、iCloud 和其他服务也会继续留下。这相当于把一次性的硬件销售逐渐变成更加稳定的订阅式关系。汽车公司早就用租赁推动高端车型销售，苹果现在开始把同样的逻辑用到消费电子产品上。如果未来 iPhone 继续涨价， Apple Upgrade 会成为维护销量和缩短换机周期的重要工具。接下来谈人工智能。苹果在2024年首次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时，外界期待它迅速改变 Siri， 结果最重要的个人化功能不断延期，让苹果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中显得非常被动。到了2026年，苹果终于发布 Siri AI， 新版本可以理解用户屏幕上的内容，可以跨信息、邮件和照片寻找个人资料，也可以使用更广泛的网络知识回答问题。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文字
或者独立应用与它交流，并让它调用不同应用完成操作。苹果真正想做的并不是再造一个 ChatGPT。ChatGPT 的核心入口是一个聊天框，苹果的入口是25亿台设备，是用户的照片、邮件、日历、联系人、健康数据和正在使用的应用。只要用户允许， Siri 可以知道屏幕上正在发生什么，也知道这个人过去做过什么。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竞争方式。苹果不一定要拥有参数最大的模型，它只需要让人工智能深度进入操作系统，让用户在不打开单独应用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它的 AI 商业模式也不是直接向用户出售大量计算额度，更可能的路径是让人工智能推动新设备升级，提高高端型号占比，增加用户在生态中的使用时间，再带动服务、配件和 Apple Care 收入。这也是苹果为什么坚持设备端处理和 Private Cloud Compute。隐私不仅是品牌口号，也是它区别于广告公司和云计算公司的商业定位。不过，这套战略仍有明显风险。第一， Siri AI 必须真的好用，如果它只能完成演示中的几个功能，却无法稳定处理复杂任务，用户不会因为它购买新手机。第二， Siri AI 初期无法在中国大陆推出，在欧洲部分设备上也受到限制。中国是苹果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如果核心 AI 体验不能同步落地，本土品牌就有机会把人工智能变成新的差异化工具。第三，苹果仍然需要依赖外部模型补足世界知识和复杂推理能力。依赖合作伙伴可以降低资本开支，但也意味着部分核心能力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苹果的 AI 路线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聪明的轻资本战略，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被迫的追赶。答案要等 Siri AI 真正进入普通用户生活以后才能知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John Ternus 接任 CEO 如此重要。Tim Cook 最强的是运营、供应链和全球扩张。John Ternus 则是硬件工程师出身，长期负责 iPhone、Mac、iPad 和 AirPods 等核心产品。他接班释放了一个很清楚的信号：苹果认为下一阶段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把芯片、硬件、软件和人工智能做成完整产品。John Ternus 不是一个外部空降的 AI 明星，也不是一个广告或者云计算高管，他是苹果内部培养出来的产品工程领导者。这意味着苹果不会突然变成一家追逐每个热门模型的公司。新 CEO 更可能延续公司的传统，技术不一定最早发布，但必须最终进入可以大规模生产、稳定使用和赚钱的设备。同时 Tim Cook 转任执行董事长，并继续帮助公司处理全球政策关系。苹果在美国制造、关税、中国市场和全球监管方面面临的政治风险越来越高，让 Cook 继续留在董事会，可以为新 CEO 提供一层保护。供应链战略也正在明显改变。苹果承诺4年内在美国投入6000亿美元，公司将在休斯敦扩大人工智能服务器制造，并首次在美国生产 Mac mini。它与 Broadcom 签订超过300亿美元的多年协议，计划生产超过150亿颗美国制造的芯片。苹果还预计2026年从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采购超过1亿颗先进芯片。这些投资不代表苹果会把所有 iPhone 组装搬回美国，真正的战略是把最关键的芯片、服务器、玻璃和先进封装逐渐建立更多美国供应。这样做的成本可能更高，却能降低关税和地缘政治风险，也有助于公司与美国政府保持更稳定的关系。这是一项典型的 Tim Cook 式决定，它不一定让下一季度利润更漂亮，却可以保护未来10年的供应链。然后是新品，苹果已经发布的产品包括 iPhone 17系列、iPhone Air、iPhone 17e、M5 MacBook Air 和 MacBook Pro、MacBook Neo、Apple Watch Series E 3以及 AirPods Max 2。真正可能改变下一轮产品周期的是尚未正式发布的折叠 iPhone。现有供应链信息显示，苹果可能在今年秋季推出第一款折叠手机，并与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同时登场。标准版 iPhone 18则可能推迟到下一年，形成高端新品在秋季、入门产品在春季的发布节奏。折叠 iPhone 的意义不是单纯多一块屏幕，苹果已经很多年没有推出一种消费者一眼就知道这是完全不同产品的 iPhone。摄像头变好，芯片变快，机身变薄，都会推动升级，但很难再制造2007年或者 iPhone X 那样的冲击。折叠屏可以重新拉开价格带，它的售价很可能明显高于 Pro Max， 成为新的超高端型号。即使销量不大，也可以提高平均售价，并给整个产品线带来新的讨论热度。但折叠屏同样有风险，耐用性、
折痕、重量、电池和软件体验都需要达到苹果标准。其他厂商已经做了多年，苹果晚进入的优势是可以避开早期错误，劣势是消费者未必还会把折叠屏视为真正创新。除了折叠手机，苹果未来的另一条主线是让 AI 进入更多设备。Siri AI 会覆盖 iPhone、iPad、Mac、Apple Watch 和 Vision Pro， 眼镜和更轻量的空间计算设备也可能成为长期入口。苹果拥有芯片、操作系统和设备协同，可以让用户从手机上的对话无缝延续到电脑、手表和眼镜。如果这套体验真正建立起来，苹果的护城河会从设备之间很好用升级成一个了解你的个人智能系统存在于所有设备里。最后谈估值，财报后苹果股价收在大约309美元，按照最近4个季度约 8.7 美元的每股收益计算，市盈率大约35倍，市值约 4.5万亿美元。按照一年超过1000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计算，自由现金流收益率大约只有 2.5% 左右，这个估值不便宜。苹果过去能够获得高估值，是因为它同时拥有消费品牌、硬件生态、服务收入、回购和极高现金流稳定性。现在市场又把人工智能和折叠设备的潜在增长加入价格。可以用3个情景来看：偏谨慎情景下，供应限制持续， iPhone 提价压低销量，服务增长降到高个位数， Siri AI 没有形成明显换机需求。假设未来1年每股收益约 9.5 美元，市场只愿意给28倍估值，对应股价大约266美元。中性情景下， iPhone 18和折叠机推动温和换机，服务保持 10% 左右增长，毛利率在供应问题缓解后恢复。假设每股收益达到10美元，给予32倍估值，对应股价约320美元。乐观情景下，折叠 iPhone 形成新的高端周期， Siri AI 明显提高设备升级， Apple Upgrade 缩短换机时间，服务增长重新加速。假设每股收益达到 10.5美元，给予36倍估值，对应股价约378美元。这3个数字说明，苹果当前价格已经包含相当多的成功预期，它并不需要业务崩溃，股价才会下跌。只要增长从市场期待的 12% 降到 9%， 或者服务稍微慢一点，估值就可能压缩。但苹果也有其他大型科技公司不具备的优势，微软、Meta 和 Amazon 为了人工智能需要投入数千亿美元数据中心资本，苹果也在投资服务器和芯片，却不需要复制相同规模的云计算网络。它可以利用设备端芯片、私人云和合作模型，把资本压力保持在相对可控范围。如果这条路线成功，苹果可能不需要赢得模型排行榜，也可以成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商业受益者之一。因为任何一个真正有用的 AI 功能，只要能够推动数亿用户升级设备，产生的收入都会非常巨大。所以判断苹果的关键，不是问它有没有全世界最强的大模型，而是看它能不能把人工智能变成普通人每天都会使用，并愿意为新设备付钱的体验。我的看法是，这份财报证明苹果的核心商业模式依然非常强。iPhone 和 Mac 都在增长，25亿台活跃设备提供了巨大的服务基础，品牌定价权也没有消失。但苹果正在进入一个比过去更困难的阶段，供应链不再完全受它控制，服务业务面对监管， AI 需要证明价值，新 CEO 要接过全球最复杂的消费科技公司，而当前估值几乎不允许出现明显失误。Tim Cook 交出的最后一份季度成绩单非常漂亮，但 John Ternus 接到的考题并不是如何守住这份成绩，而是如何在人工智能、折叠设备和供应链重构同时发生的时候，再为苹果找到下一个10年的增长理由。感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